Hello，大家好，我係軒哥。咁今朝一起身咧，哇，真係俾佢驚訝到啊！咁官方咧就正式宣布咗黃昏之中形態同埋忽血之形態嘅洛克洛之馬咧，係將會登場喺高弗城24嘅啦。咁啊，今條影片咧就講一講相關嘅啲內容，即係包括點樣合體啊，咁而且合體所需要嘅條件嗰樣嘢又點樣去獲得到呢？咁啊，今條影片都會再去講講嘅。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真係講下先啦。咁官方嘅時候有講到嘅最頭嘅位咧，就話合體而家暫時適用於嘅精靈啦，咁就係而家嘅日月神啦，同埋洛克洛之馬啫。咁當然咧，呢個官方咧咁即係咁啱啊講下啫。咁遲啲當然就有更加多精靈都會配合翻啲合體功能啦，即係包括係有雷姆啊同埋雷冠王。咁首先講咗洛克洛之馬黃昏之中形態啦，同埋忽血之形態團體戰咧會幾時登場啦？咁冇錯啦，咁就係同之前講到一樣啦，咁就係高弗城24嘅全球活動第二日咧就會全球登場噶啦。咁不過咧同之前估嘅有少少出入啦，咁就擊敗咗之後咧，咁只會遇到一般形態洛克洛之馬啫。咁同埋啦，咁就獲得到太陽能量啦，或者月亮能量嘅。咁同埋最驚喜嘅地方咧，咁就獲得埋科斯莫個糖果喎。咁呢個咧都係話幫到咧，咁陣間講到合體條件嗰部分啦，咁同埋本身都冇乜佢嘅糖果嘅話咧，咁都係幫到佢手入手到嘅。咁但係你話啊，我都係冇科斯莫古喎，或者係冇日月神嗰啲喎，咁點搞法好咧？咁官方係有講到一啲方法咧，咁俾你入手到去嘅。咁首先第一啦，咁就會第二日有個免費特殊調查，咁啊全球玩家都會有嘅。咁獎勵就係科斯莫古一隻啦。咁呢個咧對於以前咧從來未入手過科斯莫古啦或者日月神嘅玩家咧係比較期待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得一隻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咁啊要去選擇一下你係要黃昏之中啊，定係忽血之形態啦。咁呢個可能就有少少嘅咁嘅抉擇啦。咁但係啦，你唔想話抉擇喎，咁其實如果你係購票玩家嘅話咧，咁啊更加之好啦。咁除咗免費特殊調查可以遇到一隻科斯莫古之外咧，咁購票者咧都有個分支嘅特殊調查嘅，咁就係俾你揀路線啦。咁你揀邊條路線嘅，咁就會影響到呢個特殊調查最終獎勵咧係遇到索爾加里歐啊定係路萊亞拉啦，咁同埋獲得太陽能量啊定係月亮能量啦。哇，咁呢一個嘅特殊調查咧又真係幾正下，可以直接咧就遇到佢哋嘅最終進化形態啦。咁同埋如果頭先好似頭先咁講到啦，咁就係你從來未入手過科斯莫古或者日月神，咁而且咧購票者嘅話咧，咁今次就可以話兩隻咧都成功入手埋佢啦。咁但係當然啦，咁你入手呢啲嘅咁都要睇下個 IV 啦。如果本身個 IV 咧咁都唔係太好嘅話咧，可能入手兩隻咧都未必有太大嘅作用。咁即係你可能都未必話想去合體佢哋啦。啦咁依然咧都係未清楚合體之後嘅 IV 係點樣計嘅。咁呢度咧算係解答咗咧之前即係關於日月神啊點樣去回歸啊，同埋咧咁點樣獲得到佢哋，或者本身冇日月神嘅又點搞法嘅一個問題啦。咁雖然呢個回歸方法咧咁就冇當中我想象得咁美好啦，咁但係咧咁都算係如果平衡翻冇咁公廁化咁嘅情況底下咧咁推出嘅一個好方法咯。咁但係對於啦咁從來未入手過科斯莫古啦同埋日月神嘅玩家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官方有少少係想逼大家課金嘅感覺，即係要買門票嘅感覺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從來未入手過啦，咁你就代表咧你只可以入手到其中一種形態。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你話會為咗呢一個合體形態集齊晒兩隻去買嘅話咧，咁都係有少少懸念嘅。咁始終呢啲調查獲得 IV 咧，咁雖然話有保證2星啊，咁但係都未必話咁好啦。而且合體之後嘅 IV 係點計算呢？呢刻都係未清楚。洛克洛之馬嘅黃昏之中咧，同埋忽血之形態咧，所需要合體條件其實都大同小異嘅，咁都係需要1000個能量啦，同埋30個嘅洛克洛之馬糖果啦，同埋30個嘅科斯莫古嘅糖果。科斯莫古嘅糖果即是話緊日月神啦。咁洛克洛之馬有2種合體形態所需要合體條件咧，其實大致都相同噶啦。咁都係同樣需要一隻普通形態嘅洛克洛之馬啦，同埋都需要一啲嘅洛克洛之馬糖果啊，以及日月神嘅糖果啦。咁只係唔同嘅地方啦。咁黃昏之中形態嘅咁就需要索爾加里歐日神，咁同埋需要太陽能量嘅。咁而忽血之形態嘅咁就需要路萊亞拉，咁同埋需要月亮嘅能量嘅。咁大家留意啦，呢個太陽能量同埋月亮能量咧係分別去計算嘅，咁即係好似 Mega 能量咁樣嘅啫。咁就唔同咧，話啲科斯莫古嘅糖果其實大家日月神都係可以用埋同一堆噶嘛。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咁樣去計嘅，咁大家就留意呢2種嘅能量係唔同嘅嘢嚟嘅。咁同之前影片講到一樣啦，咁解除合體形態咧係唔需要任何條件嘅，咁即使唔需要俾翻一啲能量啦同埋糖果咧去解除合體嘅。咁同埋咧同之前講到一樣啦，咁就係合體形態嗰陣時咧係無法交換啦，同埋無法傳送俾博士啦或者傳
傳送到 Pokemon Home 嘅。咁但係你解體翻成為兩隻嘢咧，咁其實就冇問題噶啦。咁都可以進行一啲交換啊、傳送俾博士啊啲都可以嘅。而洛克洛之馬普通形態咧，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就會登場喺5星體戰度啦，咁就係高 Fest 嘅活動嗰2日。咁而糖果方面咧，咁就唔多講啦。咁因為捉到晒佢哋2隻咧，咁啊加少神奇糖果啲都乜都搞掂噶啦。咁而最關鍵嘅地方咧，咁就係太陽能量同埋月亮能量係如何獲得到咧？咁呢個就係接下嚟想講嘢啦。咁首先可以提早咧入手到佢哋能量嘅，咁就係高 Fest 2024嘅現場活動啊。咁有幾個現場活動嘅，咁同樣咧都會喺呢分支嘅特殊調查裏邊咧，咁就提早獲得呢啲能量啦。咁但係講到分支特殊調查，我估計應該個意思係有2條路俾你揀啦。咁有機會可能呢現場活動咧，即係只可以獲得到一種嘅啫。咁暫時都唔會俾你同一個帳號啦，咁就入手晒2種合體形態咯。咁我估計係咁樣咯。咁但係現場活動咧都唔會係大家最關心噶啦。咁最關心嘅咁當然就係高 Fest 2024嘅全球活動，即係7月13號同埋7月14號。咁官方咧就提及喺團體戰打到呢啲嘅黃昏之中形態啊，同埋輝夜姬形態洛克洛之馬咧，咁或者完成咧購票者限定嘅調查課題咧，咁你都會獲得到太陽能量啦，同埋月亮能量噶啦。咁呢個第一咧，咁就針對翻你打邊一種嘅合體形態啦。咁你打黃昏之中嘅，咁就係太陽能量啦。咁而輝夜姬形態嘅，咁就係月亮能量啦。咁但係官方咧可以話今次咧其實都宣布埋咧，咁黃昏之中啦，同埋輝夜姬形態呢2種合體形態咧，咁就會登場喺高 Fest 嘅團體戰度啦。咁成個模式咧，咁大家都可以幻想翻就係原始團體戰啦，咁同埋7月團體戰咁樣，咁都係打完之後啦，咁就獲得到佢哋嘅能量啦，咁繼而就可以去合體啊咁樣咯。咁合體完之後咧，咁官方咧都有補充到一啲嘢嘅。咁就係話合體之後啦，咁啊所獲得到嘅黃昏之中形態啦，同埋輝夜姬形態咧，會有帶有相關嘅紀念卡背啊。呢個我自己就唔係好清楚係啲咩嚟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眼力嘅觀眾朋友會喺啲宣傳片啊，或者喺啲網度可以睇到啦。咁另外咧合體咗之後嘅，咁就會學到相關嘅一啲專屬招式啦。咁包括咧咁就係之前講到嘅，咁去到啲黃昏之中形態嘅，咁就學到流星閃衝嘅特殊招式。咁而去到輝夜姬形態嘅，咁就學到咧暗影之光嘅特殊招式啦。咁2種招式嘅威力咧係一樣嘅，官方都有講到啦。訓練家對戰 PP 嘅，咁就135威力嘅。咁而 PE 道館對戰啊，咁同埋團體戰嘅，咁就230威力。咁好啦，呢度咧咁就係今次一波情報嘅合體內容啦。咁啊最重點嘅內容咧都喺晒度噶啦。好啦，以上咧就係今次官方宣布嘅第2波情報啦。咁就係關於合體嘅一啲資訊嘅。咁啊講到明一啲嘅登場方式啦，咁同埋合體所需要嘅條件啊。咁唔知大家點睇啦？同埋最關鍵嘅，咁就係講到之前一直好大疑問嘅日月神嘅回歸係點樣回歸？咁呢個唔知大家係咪想象中咁美好啦？咁我自己就一定唔係啦。咁就真係要睇翻你可唔可以入手到底好 IV， 同埋又唔知合體 IV 點計算呢？搞到成件事都有啲迷迷地啊！到呢刻都係。好啦，唔知大家點睇呢？今次官方宣布嘅消息啦，咁啊滿唔滿意呢？咁好啦，咁我哋軒哥，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